大家好，我是一个生活在日本，常常到台湾旅游的上海女孩。今天就跟大家聊聊台湾医疗保健系统的神奇之处。虽然在与台湾朋友的交流中得知台湾的医疗保健体系很好，但没想到这么完善。不了解不要紧，一了解吓一跳。这不，2025年刚一开年，就看到一个劲爆的消息。全球数据库网站 Numbeo 就公布了2025全球医疗照护指数排名，台湾以医疗照护指数 86.5 分，医疗照护花费 159.2 分，再度蝉联双榜首。这是自2019年起，台湾已连续7年高居全球第一，稳稳压过欧美大国和亚洲强国，比如日本、韩国，而中国大陆则被远远甩在身后。这让我一个上海人不得不说，台湾医疗保健的优势真的是吊打大陆。台湾能连年第一，靠的可不只是全民健保这4个字。Numbeo 评分是从医疗设备、医护人员技术、服务态度、费用满意度、方便性等8个方面综合评比的，而台湾几乎每一项都开挂。反观大陆，真是一言难尽，请原谅我这个上海人要好好吐槽了。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更加直观的感受，我们先来看看视频里的2组动态数据。这是自2019年到2023年的全球医疗照护指数国家排名以及城市排名。大家可以清晰地看到台湾牢牢地稳坐第一，而中国呢，被甩在哪里了呢？很难找吧？哦，对不起，我好像找到了。哦，原来在这里。Numbeo 是由前 Google 工程师所创立，网站收集大量数据并提供排名，而其资料被联合国及大量国际媒体采用，具有公认的可信度。而医疗照顾指数是针对每个国家或每个城市，在医疗设备、医护人员的专业医疗机构、地点的医达指数等，每半年进行评分一次，一年会有2次排名。根据网站资料，台湾除了以 86.5 分拿下2025年的第一名外，台湾历年的表现更是亮眼，自2019年至今已经连续7年拿第一。由此可见，持续的好成绩代表的是台湾医疗照顾水准，在国际上是持续被认可的。在细节评分里，网站将细节分为8个项目，分别是医疗人员的技术与能力、完成检查和报告的速度、现代化诊断和治疗设备、报告的准确性和完整性、工作人员的友善和礼貌、等待医疗机构回应的满意度、个人医疗费用的满意度、到达医疗机构的方便性。中国在这8个细分项目中全部输给台湾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台湾的医疗系统到底有多牛，大陆又差在哪里。首先是台湾医院的便利性，简直让人怀疑人生。我第一次感受到台湾医疗的便利，是几年前去高雄玩。记得有一天半夜，忽然肚子剧痛，朋友立马建议去附近的诊所看看，结果不到5分钟就找到了一家营业的诊所。急诊医生非常专业，检查、问诊一气呵成。最后邮费加诊费加起来竟然才不到200台币，换算成人民币不到50块，当时我就愣住了，这比我在上海买2杯奶茶还便宜。你知道吗？台湾大大小小的诊所多达 1.7 万间，比便利店还多。而大陆呢，很多县城连2甲医院都没有，人如果要生了比较严重的病，就不得不去省城去看病。且不说路费和舟车劳顿消耗的精力和时间，光是住酒店就是一笔不小的开销。这对于很多普通家庭来说，不是一笔小数，真的是一肚子苦水都没地方倒。其二是，台湾医生的态度要完胜大陆。台湾医生的态度到底有多好？很多台湾朋友都说，去看病就像找朋友聊天一样，医护人员不仅耐心，还特别有礼貌。Numbeo 评分里医护人员的友善和礼貌这一项，台湾足足比中国大陆高了 26.76 分。这不是简单的数字问题，而是整个医疗文化的差异。
大陆的医患矛盾有多严重？还记得2019年那起医生被患者家属刺伤的案件吗？类似的新闻在大陆已经屡见不鲜了，看病变成了医生和患者之间的战争。患者怕医生乱开药坑钱，医生怕患者情绪失控动手。看病本该是治病救人的过程，现在却变成了互不信任的紧张关系。相反，台湾的医患关系就像一片和风细雨。朋友小林说，他的爷爷患有高血压，每次去社区诊所复诊，医生都会记住他的病史，提醒他饮食和生活习惯。这种细腻的关怀真的让人感动。然后是台湾医疗费用和大陆的巨大差距。说到看病费用，大陆网友常调侃，得了重病还不如直接等死，省得拖累家人。这种吐槽虽然扎心，却是许多家庭的真实写照。一场重病动辄几十万，医保报销比例又有限，有的药甚至连进医保的机会都没有。一场重病真的足以让普通家庭破产。还记得我表姐夫的故事，他是一个普通工薪阶层，去年查出得了急性白血病，前后治疗花了60多万人民币，医保报销了一部分，但还是留了将近30万的欠债。这笔钱直接压垮了他们全家，原本和睦的夫妻关系也出现了破裂。反观台湾，全民健保是他们的王牌，无论是普通感冒还是复杂手术，台湾居民都能用极低的成本获得高质量的医疗服务。举个例子，朋友阿娟前段时间做了个肠胃镜检查，全套下来花费不到3000台币，约700人民币。而在大陆，这样的检查动不动就是几千块，还可能因为排队耗费半天时间。看病贵，看病难，大陆居民是真的有苦难言。再说说台湾的医疗资源的分布，大陆真的输惨了。还有一点，不得不说，台湾在医疗资源分布上的均衡性真的让人佩服。即使是偏远的花莲、台东，也有相对完善的医疗设施，而大陆优质资源几乎都集中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这些一线城市。对比3、4线城市和乡镇地区的医疗水平，简直是一个天一个地。根据调查，大陆有近70%的3级甲等医院集中在20%的大城市，农村地区的医院不仅缺乏设备，连专业医生都很少。举个例子，我表弟去年在老家江西县城的小医院做阑尾炎手术，医生手术中竟然差点误切了别的部位，吓得家里人赶紧转院到省城的大医院。类似的医疗事故在大陆并不少见，原因就是基层医疗水平参差不齐。而台湾，即便是小诊所，也能满足日常医疗需求，医生都经过严格训练，基本医疗服务质量有保障。根据 NABEL 的数据显示，台湾在医疗设备的现代化程度和诊断的准确性上同样高分领先。具体来看，台湾的许多医院早已配备了国际顶尖的医疗器械，甚至连一些社区医院都可以完成复杂的检查。而大陆的很多县级医院，连 CT 机都可能只有1台，还经常因为设备老化出错。那么，我们想问一个问题，为什么台湾可以这么强？台湾的医疗保健优势，不仅仅是因为有全民健保撑腰，更因为整个社会对医疗行业的高度重视，从政策支持到医护人员的培养，每个环节都做到极致。从医学院培养开始，台湾就注重医学生的专业和责任感。在政策层面，全民健保确保了医疗的普惠性，而执行上，从诊所到大医院都有一套成熟的管理机制。另外，台湾人普遍有很强的健康意识，这和他们的健康教育密不可分。台湾的学校、社区会定期举办健康讲座和免费检查活动，让民众养成定期体检、早发现早治疗的习惯。这种预防胜于治疗的理念，才是台湾医疗体系的真正核心。相比之下，大陆的医疗体系不光显得更像是在救火短时间内追求规模扩张，
却忽视了质量和公平性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随着医疗体系的市场化，本应是民众基本福利的医疗保健，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生意。不论是大医院还是小诊所，许多地方已经不再以病人的健康为第一要务，而是把它当成了可以赚钱的商品。患者们往往需要面对高昂的药费和治疗费用，而这些费用并不总是与治疗的效果和质量成正比。而更为关键的一点是，大陆绝大多数的医疗资源仍然掌握在公立医院手中。所谓的市场化改革，实际上不过是将这些公立医院变成了国家垄断的医疗巨头。名义上看，似乎在推动开放竞争，但实际上医院数量的增加并没有带来真正的市场竞争，反而让这种垄断变得更加坚固。说实话，说到这里，我对台湾的医疗保健系统真的是五体投地。台湾的医疗保健系统不仅在全球范围内名列前茅，更是一个普通人都能切实感受到的福利。反观大陆，我们需要反思的问题还有很多，如何改善基层医疗条件，如何缓解医患关系，如何让每个人都能看得起病。作为一个游走于两岸的普通人，我衷心希望大陆能在医疗改革上好好学习台湾。毕竟，医疗不该是一门奢侈品，而是每个人都应享有的基本权利。最后，用一句台湾朋友的话来结尾：医疗不是生意，而是服务于民众的良心事业。希望这句话能让更多人看到台湾医疗保健的魅力。好啦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欢迎点赞、分享和留言，让更多人看到。我们下次见吧。